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柑橘百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当今在华语圈子里面，女权主义者之间互相争论的比较厉害的一些问题。今天这个主题呢，本来我只计划了一期，但是写大纲的时候越写越长，所以应该也会做成一个系列节目。那么播主呢没有社会学背景，所以讲的呢只是一些我自己阅读一些著作，然后经过长期的讨论和思考而做出了一些粗浅的理解。欢迎大家在评论里面给播主捉虫或者提出自己的见解。那么 feminism 一词呢，有的时候翻译成女权主义，有的时候翻译成女性主义。那么这两个翻译呢，我在今天的视频里面会交叉使用，在语义上呢，它们的意思并没有区别。在当代华语圈子里呢，你在看到一个攻击女性主义的一般路过男性，他使用的话术呢，往往是说现在的他们所称的田园女权主义者，他们想要的并不是权，而是利。这些男性呢，管他们叫做女利主义者。他们认为女权主义者要的不是平权，而是特权。这样的说法呢，当然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误解。他这样的误解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呢？我们暂且不讨论。但是这种误解的原因呢，大抵来自于不理解到底哪些权利是基本人权。在女权主义者要求基本人权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些权利误认为一种特权，因此才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么播主个人呢，也碰到过有男性友人问我，女性主义者要的到底是平权还是特权？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你丫是不是傻啊？这么简单的问题有必要问吗？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吗？就像著名的女性主义者美国高院法官RBG 说的，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我们的男同胞，把踩在我们脖子上的那只脚拿走。所以这样的主张呢，显然要求的是平权而不是特权。但是荒谬的呢是，近年一些自称是女权主义者的人，他们非常主动的就认可了这样的逻辑，甚至讽刺我们这些坚持女权即人权、人权即女权的女性主义者为平权仙子。那么这个现象刚刚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觉得都是很活久见的，但是这些人的势力现在越来越壮大了。我是女性，我的利益就等于女权，这样的想法呢，更加系统化之后，就表现为一种想要使用母权来代替父权的做法。那么持有这些想法的人呢，对于基于性别的结构性的歧视，他们并没有去拆除它的意图，他们所想要达成的目的，只是将男性和女性的地位所对调。把这样的母权误认为是女权主义的终极目的呢，就是部分的男性把女权主义运动称作为性别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这个问题呢，并不是想要面对这部分男性做一个自我辩护，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权主义者，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么父权制要求女性温柔、包容且顺从。而这些持有母权理想的人呢，则将过去父权制施加在男性身上的要求，远洋拿过来，施加到女性身上。他们要求女性不可以花太多的时间在自我观看上，也就是不可以做所谓的服美业。但是呢，女性又不能太难看，否则也会丧失社会地位。他们要求女性全身心的投入对于金钱和权力的追求。个人的情感需求呢是不会被允许的，具体表现出来就是不允许人表现出所谓的软弱。任何人表现出任何意义上的 disabilities， 尤其是精神健康方面的 disabilities 呢，他们自动的就会失去话语权。在这样的纲领下呢，个人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依然因为个人的性别而被受到特定的规训，被要求达成特定的预期。那么在这些人所向往的女性掌权的理想社会里呢，像性少数等边缘人群的处境依然不会得到改善，因为社会的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很多人对于平权有一个非常朴素的认识，就是认为如果女性和男性拥有其他方面都一样的条件，比方说女性和男性出生在同一个家庭里，那么那些男性所获得的东西，女性也应该全都得到。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打算去推翻现行的体制，
而是单纯的去追求我们的男性对立面所拥有的东西，那么我们事实上就支持了给予那些男性这些东西，他背后的体制。如果他的财富来源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也想要这样的财富，那么我们事实上就支持了维护一个廉价劳动力市场这样的体制。如果他的权利来自于一个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我们也想要这样的权利，那么我们事实上就维护了给予他这样的权利的一个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当然，像这样的批评呢，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人。那么面对这样的批评呢，确实有很多资深女权主义者的人已经承认了，他们确实不在意其他的社会运动，而只在意他们眼中的女性的权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希望观众考虑一下，一个支持阶级鸿沟、支持集权的女权主义，你是否能够接受？性别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呢是一个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时期的概念。那么基于性别的本质主义呢，它的意思就是关于男性和女性的气质、他们的特点，这些都是天生的、内禀的，而不是后天的由外界因素造成的。那么父权制呢，可以说是建立在性别本质主义之上的。他们认为男女天生有别，因此有适合男性的工作，也有适合女性的工作。那么女性就被这样的理由去要求做一些护理类的工作，或者在家中承担抚育后代和维护家庭秩序的责任。那么对于这样观点的批判呢，在女性是否适合 STEM 类的工作， STEM 也就是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在女性是否适合这样科技类的工作等议题上呢，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分歧，认为女性不适合做科技类工作这样的刻板印象是错误的。然而传统刻板印象中针对女性的夸奖则有时候被接受得很好。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基于性别的歧视固然是一种打压，那么基于性别的夸奖呢，也是父权制的糖衣炮弹。人们夸奖女性温柔心细，因此适合做护理、育儿、家务等工作。那么这样的夸奖，事实上呢，和基于性别的贬损，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基于性别本质主义的说法。作为女性主义者呢，应该能够看穿这样的谎言，意识到不论是优秀的品质还是人性的缺点，在男性和女性身上都是均衡的存在着。女性并不天然的拥有更高尚的道德，正如女性并不天然的无法实行像选举等社会的职能。那么为了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歧视性的言论呢，就矫枉过正，而认为女性必然天生是正义且杰出的。那这样呢，就容易陷入误区，干出一些支持 Liz Truss 这样的离谱的事情。那么本质主义呢，是一种很方便的思想，它允许人很简单的以性别来划分阵营。那么如果你相信性别本质主义呢，你就无法反抗加在你性别之上的属性，那么终于你的性别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那么性别战争也就成为了一条必经的路线。那么基于性别的本质主义呢，就很自然的成为了想要达成母权的这一部分人的中心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的直接恶果呢，就是强烈的恐跨情绪。因为跨性别人群，或者说更广义的性别酷儿人群，他们的存在证明了性别是流动的。那么如果性别是流动的，按照性别划分社群，就和像在沙中画线一样失去了意义。那么我们的存在呢，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些人的思想根基那么他们非常痛恨我们性少数，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目前主张母权的人呢，他们的做法不是去参与立法组织工会、组织建立和组织 NGO 而是把责任呢完全的降到个人。他们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努力的成为女强人。那么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呢，就是弱者，不配拥有一般意义上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应该拥有的基本人权。比如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不应该承受家庭暴力，而这些人呢认为，如果你被家暴而不能掏出剪刀去剪人家的话呢你就是活该。女性主义者呢主张同工同酬这些人呢认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职场上表现的比你的男性同事都更加优秀呢那你就活该撞到玻璃天花板。女性主义者呢主张育儿的监护人不论性别都应该获得产假和相应的福利，而这些人呢认为
你就不应该给男的生孩子。那么这些要求呢，和父权对于男性的要求可以说是很相似的，因为母权并不是要解放女性，而是要去代替父权。那么他们必然会像父权一样，给予女性以一套同样严格的行为准则。这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条呢，在中产阶级女性中可以说是格外的受到欢迎，因为它可以给他们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那么持有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的人呢，认为只要他们遵从一定的教条，不幸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而确实在体验不幸的女性呢，比如说在工厂工作的妇女，或者是遭受家暴的妇女，她们的不幸是因为她们个人的无能。而这些人呢，认为只要自己不体现出这种他们用来指责别人的无能，他们就不会落入这些他们指责为无能的人的困境之中。那么这样的观点的流行呢，它的原因可能在于当代中产阶级的女性面临一种随时会失去自己目前的生活条件这样的焦虑感，因此他们极其的需要这样的一套理论来给他们营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使他们认为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造成他们焦虑的根本因素就是社会结构性的不公和社会安全网的缺乏，就在这样的讨论中就被迫的隐形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节目呢会对今天所讲的话题呢做出进一步的阐述和展开。那么如果你看到这里呢，请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话题想要看的话呢，给我们的视频留言。好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